大家好，我是张大刚，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东京吃货的下一集。为了对抗独眼直销和青铜树，急需情报的 CCG 将目光转向了 SS 级食尸鬼神父身上，并委派亚门和阿小去23区的奎库利阿收容所审问神父关于枭的情报。神父曾经是一所孤儿院的院长，也是亚门的养父，他杀害了孤儿院里的几乎所有人的孩子，却唯独放过了亚门。亚门怀着对神父的怨恨进行了审问，却从未从他的嘴里掏出半点关于枭的情报。而就在此时，监狱的警报响起，青铜树居然在此时来袭，大批青铜树成员很快侵入了监狱内部，大肆屠杀，并放出了所有被关押的食尸鬼。搜查官和食尸鬼战成一团，死伤不计其数。眼看大门即将关闭，小金抱起用鹤子撑开一条缝，方便炫都通行。炫都在落地之前画出无数尖刺，将搜查官们刺穿，而小金只是轻描淡写的就打掉武器，放他们逃走。亚门和阿小挥舞着自己的武器奋力杀敌，却遇到了之前被小金救走的纳基。阿小挥舞起长鞭，让纳基无法近身，一个不慎被纳基用鹤子格挡，锋利的剑刃直接抵在了他的脖子上。但就在纳基即将动手之时，一把利刃先贯穿了自己的腹部。只见阿小的长鞭顶端伸出了一截刀刃，他用的是混合库因克。随着阿小扔出一瓶抑制鹤子的 CRC 瓦斯，猛地朝着纳基的2个小弟冲了上去。但没想到的是，受伤的纳基一把为小弟挡下一击，简直是感动东京好大哥。纳基疼得又哭又闹，却是越战越勇，直接硬扛下阿小的刀刃，将其踹翻在地，抓着阿小的黑丝美腿上去就是一口。还好亚门及时赶到，将纳基打飞出去，但随即两人的身边就出现了更多的食尸鬼，两人寡不敌众。受伤的阿小让亚门扔下他快走，但亚门一定要带着阿小离开。身为搜查官，即使手脚折断了，也要继续战斗。亚门的话鼓舞了阿小，他重新站了起来，紧紧地拽住了亚门的肩膀。另一边，小金则是单独营救了 SS 级食尸鬼虎，但后者却因为小金身上有着小神的气息，不由分说的一把打飞了小金。小金脱下外套，摆出应战的姿势。就在外套落地的瞬间，虎已经飞身至小金近前，直接一脚踢烂了小金防御的手肘。手肘的伤很快愈合，小金从背后伸出4根细长的鹤子，猛地袭向虎。虎以更快的速度上跳避开，小金反应迅速，两人的鹤子一个回手掏就给虎捅了个透心凉。虎的背后伸出了尾巴状的鹤子，几个翻身躲过小金的鹤子攻击后，直接一拳将其打趴在地。鹤子消失的小金被一拳打飞8丈远，虎的速度奇快无比，对着小金独自来了一套组合拳之后，直接捏着他的脸将其打进了墙里。人家明明是来救你的，这下手也太重了吧。就在虎还想要继续把人拎出来继续揍的时候，青铜树骨干艾特拦在了虎的面前，以小神的消息为交易，换了小金一命。小金掉进了一个堆满了骷髅的房间之后，抱着一定要变强的想法，身体再次发生了可怕的异变。与此同时，和跟踪小金的神秘双胞胎也进入了青铜树，姐妹俩配合默契，很快就干趴了一群搜查官，正好遇上拿到新库因克杀红眼的灵乌。令人惊讶的是，灵乌和这对双胞胎居然是旧相识，而且他们之前和小金一样也是人类。小黑、小白和灵乌都曾经是搜查官学院的预备生，受过亚门的指导，彼时他们还立志成为优秀的女性搜查官。不久之后，他们的同学在任务中牺牲，唯独灵乌没有去参加葬礼，而是躲在地上捏死了许多蚂蚁。灵乌对生命漠不关心的态度激起了两人的不满，没想到同学再次相见，小黑和小白居然变成了食尸鬼。于是灵乌决定杀了双胞胎来庆祝一下。三人一言不合立刻动手，小黑、小白配合默契，3两下就将灵乌的武器打飞，下一秒就齐齐着朝着手无寸铁的灵乌冲去。但谁也没想到的是，灵乌毫发无伤，反而小黑的眼睛上被插了一把飞刀。灵乌笑着拉开衣服，里面密密麻麻的藏着的全是刀。说着，他一边灵活的躲避鹤子的攻击，一边不断的往小黑的身上捅刀。不一会儿，小黑的身上就扎满了飞刃，重伤跪倒在地。灵乌捡起自己的武器，对着赶来支援的小白就是一刀，巨大的镰刀直接横砍在了小白的身上，顿时鲜血四溅。眼看灵乌就要彻底结果小白，小黑急忙向小白赶去。灵乌一刀切断了小白的手腕之后，小黑寻得机会，抱着重伤的小白飞速逃离现场，却在躲避的时候正好遇上了结束战斗的亚门和阿小。看着昔日的学生居然变成了食尸鬼，两边都惊呆了。小黑抱起小白再次逃走，而亚门也没有再追上去。和灵乌一起赶来支援的小圆则是遇上了炫都。炫都的实力绝不是盖的，一个密集的尖刺攻击就让小圆难以招架，而且速度极快，小圆竖起的大砍刀都只能勉强抵挡。于是小圆再次用上了自己的库因克装甲，库因克上升的瞬间，炫都惊呆了，制成装甲所用的鹤子居然是他父亲的。炫都前所未有的暴怒了，他身后的羽翼怒张，疯狂的从各个角度向小圆发起攻击，极快的速度和力量几乎要把他的库因克震碎了。不过由于炫都太不管不顾，放弃防御，炫都一个不小心就被小圆抓住机会砍伤，直接拽住扔了出去。但即使炫都已经累得气喘吁吁，却依旧盯着小圆的装甲冲了上去。小圆也感受到他身上的装甲变得异常迟缓，失去力气的炫都被小圆一刀打散了羽翼，倒在地上。就在小圆举起刀刃打算将其解决之时，炫都又爬了起来，无力的一拳碰在了装甲之上。炫都的父亲在一个很平常的夜晚离开了他们，在给他和姐姐讲完睡前故事之后，
后出了门。从此之后，炫都再也没有见过他。小圆看着炫都疲惫而悲伤的眼睛，不由得愣住了。但就在此时，一个人影从天而降，在地上激起了巨大的烟尘。鹤者化的小金卷走了炫都，出现在小圆面前。4条鹤子和2条蜈蚣一样的触手以极快的速度朝着小圆攻去，两人战斗的地方满是可怕的划痕。小金似乎理智全无，身后的蜈蚣触手如同2条灵活的长鞭，一鞭子下去，直接把小圆抽飞，在地上滚了半天才勉强停下来。接着，小金在空中几个借力，再次朝着小圆袭去。这次是小圆更胜一筹，直接趁机一刀砍在了小金的腹部。小金的鹤子消散之后倒在了地上，但是下一秒，他的背后鹤子突然开始疯长，一瞬间就出现在了小圆的身后，一击正中小圆腹部。另一边，青铜树骨干多多良则是对上了法嗣和龙泽，两人的库音克是使用多多良的同伴而制成的。所谓仇人见面分外眼红，可还没打几下，监狱里就喷出了大量的 CRC 瓦斯，整座监狱都被浓重的瓦斯包围，多多良也只好撤退。浓雾中，亚门和小也分不清了方向，蜈蚣一样的鹤子在雾中挥舞，小金居然趴在地上吃起了小圆的身体。亚门惊呆了，他认出了小金的身份，极度的愤怒涌上心头，他紧握库音克就冲了上去。不仅仅是因为小金杀害了他的上司，那个雨夜小金没有杀他，他以为能从小金身上得到神父不杀自己的答案。愤怒的亚门几刀就将小金的鹤子齐根砍下， CRC 瓦斯让鹤子无法重生。亚门将小金打翻在地，质问他做个单纯的食尸鬼就足够了吗？这下终于唤起了小金的理智，他趴在地上流下了眼泪，鹤子消散一空，他已经不想再吃了。就在这时，无数的搜查官尸体被从高空扔下，一双沾满鲜血的大手打开大门，独眼之枭一跃而下。但是他没有攻击，而是抓起炫都和小金后迅速离开。事后亚门将小圆紧急送往医院，只是受了轻伤的小圆平安无事，小金只是吃掉了他的装甲而已。而小金这边则是因为无法控制自己的力量，陷入了痛苦之中。亚门从学院里调来了小黑和小白的资料，两人从人类变成食尸鬼，让他无法理解。结果在转角处撞到了送快递的鹰，关于小金的资料正好被鹰看到了。公园里画画的灵屋看到了爸爸带孩子出来玩，回忆起了自己的童年。他是被食尸鬼大夫人养大的人类，从小就遭受了不少非人的虐待，在小金曾经到过的那种屠宰场当解体师，所以心理正常才有鬼了。一次聚会中，食尸鬼的据点被搜查官攻破，大夫人仓皇逃窜，灵屋就被小圆带回了 CCG。因为身体素质极强，于是在学院里待了不久之后，就正式成为了一名搜查官。但是由于被食尸鬼养大，灵屋并没有什么道德观，也不觉得死亡是一件难以接受的事。不过在小圆说出我不希望你死的时候，灵屋还是愣住了。事情告一段落之后，龙泽邀请亚门出去聚餐，亚门看着孤单的阿小，再次向他提出了吃饭的邀请。出人意料的是，阿小这次居然答应了。吃到一半，龙泽被法嗣叫回去改报告，于是店里只剩下了亚门和喝醉了的阿小。这位冰山美女在醉酒之际才敢展示自己的脆弱。她的母亲死在了萧的手里之后，父亲余生的目标就只剩下了复仇，但却死在了香香的手里。阿小一直觉得是自己的错，是因为父亲要照顾她才分身乏术，同时也是亚门的错。为什么亚门在他父亲战斗的时候不在身边？既然亚门有着上等搜查官的实力，那为什么救不了他的父亲？是亚门害死了他的父亲。虽然这番指责毫无道理，但亚门却承认了，如果自己够强大的话，就能够救下白鸠了。所以这一次他无论如何都要保护好阿小，保护好自己前辈最珍视的人。无情撩妹最为致命，可惜小下一秒直接醉倒，亚门也只好背着小回了他的家，还贴心的给他买了水和药，孤男寡女共处一室。阿小伸手拽住了亚门的衣服，贴在他的背上，让他不要走。面对美女下属的投怀送抱，亚门再也忍不住了，于是奋起称帝，在阿小的阳台上做了一晚上的俯卧撑，一晚上做了7390个。能说什么呢？不愧是你啊，钢铁亚门。小给亚门做了早餐，两人的关系也因此拉近了不少。之后 CCG 总部召集了不少精英搜查官，成立独眼之枭讨伐小组，一旦发现萧和青铜树的据点，格杀勿论。对萧讨伐战即将开始，萧的真实身份到底是谁？预知后事如何，记得点赞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